大家好，我是佑丽，欢迎来到健康永驻。农历春节将近，家家户户忙着准备过年，但对许多退休长辈而言，年关难过的感受特别深刻。采买年货、准备红包、人情往来，每一笔开支都在考验家庭现金流。大家最担心的，莫过于退休金会不会因银行春节休市而延迟发放，让年节过得不踏实。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劳保局已决定打破常规，将原本月底发放的3笔重要款项，统统提前至过年前发放。这笔钱将成为您过年期间最可靠的现金流，只要符合领取资格，款项就会在春节长假前的最后工作日自动拨入指定账户，让您安心采买，准备红包。但请务必注意一个关键，钱发了，不代表您一定收得到。如果您的银行账户处于冻结、静止或问题状态，款项可能会被退回，导致您无法在过年期间动用这笔钱。现在到1月中旬是检查账户状态的最后黄金自救期，若等到过年时才发现钱未入账，银行与劳保局都已放假，将求助无门。因此，请务必立即确认账户能否正常使用，并留意劳保局公告的具体发放日期，提前做好这一步，才能确保过年资金安全落袋，欢喜团圆。如果您还没订阅健康永驻，请记得按下订阅键与小铃铛。接下来1个月是福利发放与政策变动的高峰期，订阅才不会错过任何重要讯息。佑丽会持续为大家追踪，做您的资讯守门员。首先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3笔提早入账的救命钱到底是什么，这直接关系到您是不是在受惠的名单里面。第一笔，也是分量最重、最多人关心的，就是劳保年金。这笔钱啊，可以说是我们许多劳工朋友辛苦一辈子的结晶，它包括了大家最熟悉的老年年金，还有失能年金和遗属年金。对于绝大多数依靠月退安享晚年的朋友来说，这笔钱就是生活的顶梁柱，每个月就盼着它入账来安排生活开销。按照过去的惯例，劳保年金都是在每个月的月底最后几个工作日入账，但是2026年的春节来得比较早，月底的时间点刚好撞上长长的年假。劳保局非常体贴，为了不让大家过年时手头紧巴巴，他们会启动提前作业机制。只要您目前正在按月规律的领取这笔劳保年金，您就完全不需要重新申请，也不必特地打电话去催促，系统会自动设定好，让这笔钱在春节连假开始之前就稳稳当当地躺进您的银行户头里。这对于需要预备一大叠红包、需要张罗丰盛年菜的家庭掌柜来说，绝对是一场及时雨，能大大缓解过年的现金压力。第2笔会提早发的钱是国民年金，也就是大家口语常说的国保，这主要涵盖了老年基本保证年金、老年年金给付，还有原住民给付等等。这一部分啊，常常被一些家庭主妇或者没有固定工作的长辈所忽略。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国民年金的金额好像不像劳保年金那么多，就不太把它放在心上。但是佑丽要在这里强调，蚊子腿也是肉啊，尤其是在过年这种开销特别大的时期，每一分钱都格外珍贵。这笔钱提早入账，用来多买几箱水果，多添购几件新衣裳，或者给孙子多包一点压岁钱，都是绰绰有余的。特别是那些按月领取老年基本保证年金的长辈，这笔钱是政府为了保障我们老年基本生活的一道安全底线，能够提早发放，更能体现出政府照顾弱势，希望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过好年的那份用心。第3笔是职保年金，也就是劳工职业灾害保险的年金给付。这笔钱是政府专门给那些因为工作而受伤、不幸失去劳动能力的劳工朋友们的保障。政府考虑到这部分族群和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可能相对更为脆弱，在年关时刻更需要资金的支持，所以这笔职保年金也会同步纳入提早发放的行列。这份细腻的安排，就是要确保遭遇职灾的劳工家庭同样能够感受到温暖，过上一个不为钱发愁的暖心年。好了，我们弄清楚了这3笔钱的来源和发放对象，接下来的内容才是佑丽今天要讲的重中之重，也是标题里特别强调的刷存折确认。为什么政府明明把钱汇出来了，您却有可能领不到呢？问题的关键往往就出在我们自己的银行账户上，资金的流转就像河流，需要河道畅通无阻。政府那边按下了汇款的开关，但如果我们这边的接收端，也就是账户堵塞了，钱流到门口就会被弹回去。这种情况啊，
每年春节前后都会发生不少案例，很多长辈因此过了一个非常糟心甚至狼狈的年。佑利根据过去的经验，为大家总结了3种最常见、最容易挡钱的状况，请大家务必拿出纸笔，或者就在心里对照检查一下。第一种状况叫做禁止户风险，很多长辈手里可能有好几本存折，当年申请年金给付的时候，顺手就填了一个不太常用的账户。后来因为生活习惯、买菜、缴费都用了另一个账户，导致那个专门接收年金的账户，长时间，比如超过1年，甚至2、3年，都没有任何存款、提款的记录。银行为了保护客户的资金安全，防范账户被盗用的风险，系统会自动将这种久未往来的账户标记为禁止户，或者暂时冻结它的部分交易功能。一旦账户变成了静止状态，那就不只是里面的钱暂时取不出来那么简单。从外面汇进来的款项，系统也会直接拒收，把它退回去。想象一下，当劳保局的款项满心欢喜的要汇进您户头时，却吃了一个闭门羹，直接被弹回劳保局。等到过年时您想去领钱，才发现账户被锁住了。那时候想办理解冻，就得苦苦等到年后银行正式上班了，完全远水救不了近火。所以佑利要用最强烈的语气建议大家，就这1、2天，务必找出您用来接收年金的那本存折，亲自去银行柜台补登存折，或者在自动提款机 ATM 上简单的操作一下，比如存入100块钱，再把它取出来，只要产生一笔成功的交易记录，就能立刻激活这个账户，向银行系统证明这个户头是活的，是主人在使用的。这个小小的动作，就像帮您的账户大门换了一把顺滑的锁，让政府的过年前可以畅通无阻的进来。第二种状况是更为麻烦的警示账户风险。近年来，诈骗集团非常猖獗，手法也层出不穷。很多长辈可能因为资讯接收比较慢，不小心点开了来路不明的诈骗简讯连结，或者在不知情的状况下，把自己的存折、提款卡借给了所谓的投资专家、理财专员，结果自己的账户被不法分子利用，变成了人头账户。一旦警方侦办案件时，将您的账户列为涉案的警示账户，那么这个账户所有的资金进出功能都会被立刻全面冻结。这个时候，别说政府的年金汇不进来，连您自己都无法动用里面的钱。如果您发现自己的账户突然无法使用，去银行询问时被告知变成了警示户，请您立刻马上采取行动。您必须先到警察机关去厘清案件状况，然后拿着相关的报案证明或结案文件，赶紧去劳保局申请变更汇款账户的手续。这里呢，就必须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救急办法——年金专户。如果您有债务方面的问题，担心钱一进来就会被银行依法扣去抵债，或者就像刚才说的，账户因为被冻结而根本无法收款，您是不是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这笔过年钱飞走呢？绝对不是。法律有明文规定，像劳保年金、国民年金这类社会保险给付，是为了保障人民基本生存权的，具有禁止扣押的性质，债权人是不能强制执行这笔钱的。但是问题在于，如果您使用的是普通的银行账户，银行系统在执行扣款时，并无法自动分辨哪一笔存款是受法律保护的年金，哪一笔是普通存款，往往就会误扣。为了从根本上保护好这笔救命钱，劳保局允许大家申请开设一个独立的年金专户。这个专户就像一个超级保险箱，它是专门用来存放这些社会保险给付的，里面的钱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，不管是法院、银行还是债权人，都无权动用里面的任何一块钱。如果您觉得自己可能属于这种情况，请务必在过年前抓紧时间，亲自到劳保局去询问并办理专户申请。虽然手续可能需要一点时间跑流程，但这是从制度上保住您过年前乃至未来每一笔年金的最好、最根本的办法。第三种状况是资料不符风险。年底通常是很多人搬家、办理户籍迁徙的高峰期。如果您最近改过名字，或者搬了家、迁了户口，特别是对于领取老农津贴或身心障碍生活补助的朋友要特别注意。这些津贴的发放资格和金额往往跟您的户籍地有直接关联。如果您的户籍资料已经变动了，却没有及时通知发放单位，比如农会或地方政府社会局，或者您在银行留下的通讯地址、身份资料没有同步更新，都可能导致系统比对失败，让汇款作业卡关，造成汇款失败。
佑利建议大家最好在12月底之前主动检查一下自己的户籍资料，以及留在银行、劳保局的联络资讯是否一致。如果发现有变动，赶紧抽空去相关单位的柜台办理更新，不要因为怕麻烦而拖延，以免您的过年前卡在半路上，进退两难。除了以上检查账户的具体动作，佑利还要特别啰嗦几句关于防诈骗的老生常谈。每当政府宣布要提早发放款项的时候，也正是诈骗集团最活跃、最蠢蠢欲动的黄金时机。他们就是利用大家期待领钱、安心过年的急切心理，疯狂发送大量的钓鱼简讯。内容通常是这样写的：劳保局通知，您的春节年金已提前发放，请点击连结确认领取资格，或者温馨提醒，您的账户异常无法入账，请点此连结进行身份验证。佑利在这里要斩钉截铁，用最肯定的语气告诉大家，这些简讯100%都是假的，是诈骗。劳保局发放所有款项都是直接后台作业，汇款到您登记的账户，他们绝对不会发送简讯要求您点击任何连结，更不可能叫您去 ATM 提款机前面操作任何步骤，比如英文界面转账，也永远不会在电话中或简讯里向您索要银行账号密码或手机验证码。政府的发放系统是全自动的，只要您账户正常，资格符合，钱就会进去，完全不需要您做任何确认动作。如果您收到这种来路不明的简讯，请您二话不说，直接删除，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去点开那个连结，更不要在连结里的网页输入任何个人资料。一旦您输入了，您账户里的存款可能在几分钟内就被盗领一空，到时候别说过年前没了，连辛辛苦苦存下的老本都可能赔进去。这件事非常重要，请您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告诉身边的老伴、兄弟姐妹和社区的老朋友，大家互相提醒，共同筑起防诈的防火墙，守住我们辛苦一辈子的钱袋子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今天佑利在健康永驻为大家画下的所有重点。2026年农历春节即将到来，政府体恤民情，决定将劳保年金、国民年金、职保年金这3笔攸关数百万家庭生计的重要款项，全部提早到春节连假开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发放。这是政府送给大家的一份实实在在的过年礼物，也是我们退休族过年期间最重要的现金流支柱。但是，为了确保这份心意能够100%不打折扣地送达您手中，请大家务必在现在到1月中旬这段黄金时间里，执行一个关键到不能再关键的动作，找出您绑定年金入账的那本存折，亲自去银行确认账户状态。无论是去柜台补登存折，还是在 ATM 上做一笔小额的存取，目的都是为了唤醒账户，确认它没有变成禁止户。如果您有债务方面的顾虑，请立刻行动，咨询并申请年金专户来为这笔钱加上最坚固的保护锁。同时，对于任何要求点击连结、操作 ATM 领钱的电话或简讯，请保持最高警觉，做到不理会、不点击、不轻信。我们辛苦工作了大半辈子，这些年金是我们应得的权利，也是我们晚年安稳生活的基石。政府提早发放是一份体贴的心意，而我们自己呢，也要多付出那么一点点的细心和行动，去维护好接收这份心意的管道，也就是我们自己的银行账户。不要因为一时的怕麻烦或疏忽，让本来应该开开心心、团圆幸福的春节，变成为了钱而四处奔波、焦头烂额的窘境。佑利也诚恳地建议大家，看完这期节目后，不仅要检查自己的账户，也请发挥互助的精神，帮家里的另一半或者身边那些不太熟悉现代金融操作、眼睛可能也不太好使的老邻居、老朋友检查一下，提醒他们一句，大家互相帮个忙，确保我们这个圈子里的每一位长辈都能顺顺利利地领到这笔过年钱，一起过一个富足、祥和、充满欢笑的春节。如果您觉得今天佑利分享的这些内容对您有帮助，可能帮您避免了一个潜在的资金麻烦，请不要吝啬给我们节目一个大大的赞。您的每一个赞都是对佑利和健康永驻团队最大的鼓励，也是我们继续为大家追踪政策、分析利弊、避开各种生活坑洞的最大动力。同时，也恳请您动动手指，把这篇文章或这期节目的连结转发到您的家族群组、社区邻居的 LINE 群，或者分享给您认为需要的老朋友，让更多的长辈朋友们知道这个好消息。也提醒大家赶紧去刷存折、查账户，这真的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。最后的最后，再次提醒大家，
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们健康永驻频道，请现在就点击订阅按钮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我是佑丽，我会一直陪伴在大家身边，为您解读最复杂的政策条文，分享最实用的福利资讯，做您晚年生活最忠实、最温暖的资讯守护者。让我们一起做好万全准备，用从容、安稳的心迎接2026年的到来。感谢您的耐心阅读与一直以来的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